因陛下思念先皇后，凡有3分4皇后风采者，皆可宠冠6宫。今日第1道考题，奇变偶不变，下一句答什么？三角式口诀，他们全是穿越来的。薛氏答题最优，今夜送入陛下寝宫。当夜，答题成绩最好的秀女被送进了皇帝的寝宫，但自那夜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从今天开始，各位小主就住在此处。各位出入宫闱，少不得要吃些辛苦。等什么时候你们得了圣宠，自然有更好的去处。公公，咱们住在这鬼地方，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这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圣宠啊！各位小主稍安勿躁，这机会嘛，还是可以自己争取的。之前和你们一道入宫的薛小姐，就是因为答题答得好，如今啊，已经得了陛下的嘉赏。公公，那她到底得了什么嘉赏啊？薛小姐跟陛下说，她不喜皇宫沉闷，向往皇家园林的怡然自在。陛下已经允了她去园子常住，日后陛下过去也不带其他妃嫔，都由薛小姐一人伴驾。早知道我也好好答了，我还以为那答案不重要呢。这题没答好，我真是服了。我是文科生，要是对几句诗词歌读也就算了，理科的东西我实在不懂。传闻说先皇后是穿越女，看来确实不假。这些古怪的问题应该都是她生前留下来的。先皇后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她都死了这么久了，皇帝还这么到处寻人惦记她，这位陛下可真是痴情到了极点。看来这里的皇帝也是厌倦了世家小姐装腔作势的那一套，喜欢玩点新鲜的。嗨，大家别灰心，我之前在现代看过那么多穿越小说和宫斗剧，那些套路我熟得很，只要把握住机会，我肯定能在这里混个皇后做做。那个低着头的，对，就是你，给杂将抬起头来。回公公的话，这民女进宫实属误会，民女本不是先皇后的同乡，只是当时刚好经过那里，便也被带了进来。姑娘既然已经来了，不妨先住下吧。甭管是不是先皇后的同乡，能入宫侍奉陛下都是福气。若是实在不得圣宠，做个宫女也没什么不好。到了年纪，自然会放你们出宫。是，民女明白，多谢公公。我叫小袁，咱们以后在这后宫可得抱成团，非得闯出一番天地不可。对，凭咱们现代人的脑子，难道还斗不过一群古人？以后有福同享。各位姐姐，民女有个疑问，既然先皇后娘娘那么厉害，又得陛下万般恩宠，那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早早离世了呢？哎呀，你们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差，说不定是生病或者难产。就是，也可能是被那些恶毒的土著妃嫔给害了。放心吧，咱们可比她警惕多了，绝对不会重蹈覆辙。各位姐姐，民女脑子笨，还有一事想不通。既然陛下这么喜欢先皇后的同乡，搜罗了这么多姐姐入宫，那宫里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像先皇后那样的贵人娘娘啊？为什么民女听说宫里的妃位大多都还空悬着呢？这有什么难理解的？肯定是之前进宫的那些人太蠢，没能彻底抓住皇帝的心呗。就是，就算他们有现代人的思想，可要是没点宫斗手段，在这等级森严、命如草芥的古代皇宫里，也照样混不开。等咱们姐妹联手，定能打破这规矩。这一切有人在暗中偷听，总让我有不好的预感。求求老天，祈祷晚上千万不要说梦话，更不能暴露我真实的现代人身份。这鬼天气说凉就凉，这水冰得跟刀子割手似的，每天洗衣服简直就会上刑一样。就是啊，什么时候才给我们配些下人啊？我这双手都要冻裂了。哎，你们观察他没有？这个赵秀秀天天就知道闷头干活，咱们说那些词儿她一个都听不懂。观察她好些日子了，她应该不是咱们那个时代来的，就是个古代土著。哎，那个赵秀秀，你帮我把衣服洗了。凭啥？
嬷嬷说了，住在这里的人都要自己洗衣服。凭啥？就凭本姑娘的本事。我劝你识相一些，我早晚是要获得圣宠的，不然到时候有你的好果子吃。你要是好好伺候我呢，到时候我就选你做我的宫女，跟着我过好日子。你要是惹我不开心，到时候我就让皇帝把你赐给太监做对食，让你一辈子不能出宫。太可怕了！这些少女穿越过来还不到半个月，就已经如同这皇宫里的其他人一样，开始有了如此残酷的阶级意识。你胡说！你都住在这里这么久了，都没有见过皇帝，谁知道你是不是吹牛？你懂什么？我这几天已经研究过关于先皇后的传言了，我知道皇帝到底喜欢她什么。等我有机会见到皇帝，凭我的本事，一定能一下子俘获他的心。到时候你就是跪着求我，我都未必肯让你摸到我的衣服。你这种乡巴佬，就只配一辈子洗衣服。反正我不洗，谁的衣服谁自己洗。婉婉姐，潇潇姐，这皇宫的红墙金瓦已经开始吞噬人性了。一旦我表现得软弱可欺，等待我的将是无尽的地狱。我绝不可能给林婉婉洗衣服，这一步我死也不能退。怎么继续保持人设？各位小主安好啊！民女给曹公公请安，公公万福。哎，小主不必多礼，小主们日后可都是这宫里的主子，老奴只是个伺候人的奴才，这哪有主子向奴才行礼的道理？您说是吧？老奴此行啊，倒是给各位小主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陛下准备见见各位小主了。不过嘛，陛下也为大家准备了第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写诗。只要能写出让陛下满意的诗作，面圣得宠便指日可待了。曹公公，要是不会写诗，陛下会责罚吗？小主多虑了，能写会写的，陛下自然喜欢。但小主若是不善此道，日后也自有其他出头的机会。赵秀秀写诗啊！各位小主，这里的东西你们随便取用，或者有其他想要的，也可以同奴婢说。今晚就要面圣，能不能拔得头筹，就在此一举了。这情景，《千与千寻》里他的父母变成猪之前好像就是这样，欲望被无限制的满足。穿越小说、宫斗剧我看了无数，摸透皇帝喜好，凭这身打扮，今晚必被圣上看见。选秀和现代选秀节目同理，把控神态细节，皇帝定然招架不住，翻身做宠妃近在眼前。咱们可是现代一手，皇帝可精明一点。陛下驾到！陛下竟生得这般好看，难怪都说陛下痴情。这般人物，谁能不动心？我怎么觉得陛下看着我们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在选妃？妹妹莫怕，陛下是天子，自然威严。今日乃先皇后生辰，陛下心有忧思，特命各位小主以自由爱情为题，赋诗一首，以慰陛下怀思之情。难道这一次也是？看什么看？你自己不会写？启禀公公，奴婢已作答完毕。经圣上预览，今日考核，林婉婉秀女才华出众，拔得头筹，圣上钦点，今夜侍寝。奴婢谢过圣恩。土包子，
等我风飞了，看我怎么收拾你。恭喜林姑娘，林姑娘风采无双，实至名归。林姑娘请。有劳公公们了。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都一上午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昨夜林婉婉姑娘她不是侍寝了吗？是啊，按理说，就算不是立刻封妃，也该有赏赐下来。奴婢参见曹公。都起来吧！今日咱家奉旨前来，有要事向各位宣读。林婉婉大逆不道，冒犯陛下龙颜，已被赐予毒酒，即刻处死。毒酒？这怎么可能？各位小主，老奴多嘴提醒一句，宫里有宫里的规矩，各位还是要知进退，谨言慎行才是，莫要步了林婉婉的后。奴婢谨记公公教诲。你们说那林婉婉到底干什么了呀？圣上怎会如此绝情？不知道，不过他这人一看就挺狂的，不会在皇帝面前也耍小性子了吧？活该！就是，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大家都是穿越来的，就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是，之前他还想欺负秀秀给他洗衣服，秀秀，你说是吧？瞧他这副吓破胆的样子，真是没用。是啊，胆子那么小。今天就是赵秀秀一下了，石头有着想就会不看见了。昨夜林婉婉的死讯真是吓坏我了。不过话说回来，她也是自作自受，可不是吗？明明是一起一路走过来的同伴，她却总是高人一等的样子，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啊，就这么轻飘飘的没了。唉，谁让她违反了规则？什么规则？我们不都是从那个讲究律法的世界来的吗？怎么进了这宫，一个个就都变了样？这么快就接受了皇权的压迫，连一条人命都变得不值一提了。慎言，这话可不能乱说，你以为这是外面吗？哼，反正林婉言就是活该，仗着自己那点小聪明，以为能把圣上玩弄于股掌之中。这里太可怕了，这皇城会把每个人都变成怪物，我一定要逃出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昨日他那首诗写的什么来着？有点忘了，不过我昨晚做的那首字字珠玑，只可惜圣上没能看到。我的那首也颇有意境，只盼着下次考核。林婉婉昨日的诗，我想起来，生命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生命却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原来如此，他什么都没做错，这份现代人的思想就已经触怒了掌权者。皇后和这个没有棺椁灵柩的穿越女，他们真的死了吗？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世界？我们终于不用再住在那个四处漏风的修女所了。是啊，今日午膳时，嬷嬷悄悄提了一句，说圣上体恤我们，要为我们安排新的住处。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们这些日子名为秀女，实则连体面些的宫女都不如。奴婢参见曹公公。各位小主免礼。各位小主，这些奴才就是日后伺候各位的人。
请各位小主自行选择。终于能有自己的奴才了，往后也算半个主子了。之前在秀女所过的连宫女都不如，这下总算能抬起头了。这个宫女看着就乖巧，身段也灵活，就她了。我要那个，眼神机灵，一看就是个会办事的。敢问曹公公，为何一人站在后面？他脸上是受了伤吗？哦，那孩子不懂规矩，前几天惹恼了梅嫔娘娘，咱家看他可怜，便把他带过来碰碰运气。若是有主子要他，便留下来；若是无人要，也只能送去新者库了。这个少年不过14、15岁的样子，比我在那边的堂弟看着还要小上一些。曹公公，公公人善，我看这孩子倒是合眼缘，求公公让他跟着我吧。小福子，过来，以后这就是你的新主子了，好好伺候小主。多谢秀秀小主救命之恩。快起来，你不必行此大礼。既然小主已选了人，那咱家也就不打扰了。与其选个机灵的惹人注意，不如选个不起眼的，这样也省心些。就你吧。以后你就叫锦溪，听着就体面。你叫浣碧，要好好伺候我。你叫容佩，可得机灵点。小福子，这名字挺好听的，你就叫这个吧。奴才多谢秀秀小主。你呢？你叫什么？回小主，奴婢叫柳絮。柳絮这个名字虽说好听，却也常见。你入宫之前的名字是什么？回小主，奴婢入宫之前唤作望春。望春，可与宫里的贵人们冲撞？回小主，不曾冲撞。奴婢家中贫寒，从未听过有哪位贵人叫此名。那就还叫望春吧，这个名字很好，你爹娘一定很疼你。好了，时候不早了，小福子，你去外面守着吧。是。干爹，看紧他。是，儿子明白。参见公公。奉皇上口谕，今日特许各位秀女前往七梧宫参观先皇后昔日所居寝宫，以感念先皇后之贤德，学习宫规仪范。七玉宫啊，那是先皇后住过的地方，咱们能去真是天大的恩宠。听说里面全是先皇后的旧物，说不定能摸透陛下的喜好。好好表现，说不定陛下一高兴就召见咱们了。这对旁人是不是好消息我不知道，但对我确实是难得的获取情报的机会。我真想知道，先皇后作为最早来到这里的穿越女，到底对这个王朝怀着什么样的看法？还有，她究竟是香消玉殒，还是另有归处？天哪，这七鱼宫果然与众不同，看着环境陈旧，感觉有点不属于这个时代。听说这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本的样子，除了圣上偶尔过来坐坐，旁人一步也不得靠近。我们能被特许前来，实属皇恩浩荡。你们看这屏风，这图案，莫非圣上喜欢这种风格？
难道这里标注了先皇后如何回家的方法？这些英文字母连起来，应该是一句话。这些绝对是先皇后留下的线索，我必须在被驱离这里之前记下这唯一的暗号。曹公公吩咐，各位小主该集合回去了。奴才参见陛下。参见陛下。今日都有谁去了先皇后的书房？回陛下，奴婢去过。哦，可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回陛下，奴婢上次作诗做得不好，听闻先皇后才华盖世，奴婢便想着能看看娘娘的手稿。哦，那你可学会什么了？回陛下，奴婢愚钝，先皇后的手稿，字奴婢都认得，但看不懂什么意思。他发现了什么？他要杀我，我该怎么办？蠢笨的东西，看不懂也正常。奴婢死罪，请陛下恕罪。陛下，奴婢观先皇后诗集，发现娘娘对凤求凰的理解与当世名家大有不同。幸好我不是唯一一个进入先皇后书房的人。哦，说来听听。诗人读凤求凰，嗟叹司马相如琴音动人，夸卓文君为爱私奔。可先皇后在书页旁写下批注，说此曲情歌从来不止儿女情长。卓文君敢挣脱礼教束缚，不靠家族，凭自己的胆识谋生，这份心意才是诗文里最难得的东西。古之文人都说女子该守闺阁，从夫家，可先皇后反倒认可卓文君独立的心气。她批注写道：情爱该是两相平等的欢喜，而非女子一味依附男子。这般见解，奴婢读了多遍，心中十分触动。不错，你很有见地。走吧，随朕去御花园走走。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多谢公公刚才为奴婢解围，若非公公，奴婢今日怕是……小主，咱家有没有说过，你的眼神与先皇后很像？眼神与先皇后很像，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知道我是穿越来的，还是说先皇后？小主若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日后还是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人才好。是，多谢公公指点，奴婢谨记。小主，您这几日总是心事重重，可是有什么烦心事？无事，只是觉得这宫里日子有些闷罢了。小主，奴才这几日也悄悄打听了，
宫里许多地方都守卫森严，轻易进不去。那些荒废的宫殿更是有侍卫轮番把守。皇宫太大，有些地方又不是我的身份可以随便出入的，更别提要弄到皇帝的血。不过奴婢倒是听说了个好消息，芙蓉小主她被皇上封为昭仪了。听说是赏赐的人都排到御花园去了，好些内务府的公公们都累得直不起腰。芙蓉小主可真有福气，一连7日，皇上都住在她宫里，盛宠不甩呢。奴婢听小宫女们说，光是那些赏赐都快堆满了芙蓉小主的偏殿了。奴婢听说宫里很久没有人能如此讨陛下欢心了，瞧那赏赐都快堆成小山了。可不是嘛，芙蓉小主哦，不对，现在是芙蓉昭仪了。芙蓉昭仪得宠之前，陛下最宠爱的是娴妃娘娘，现在看来都远不及芙蓉昭仪呢。宫里现在都说陛下对芙蓉昭仪是真上了心，那是日日离不得呢。你刚刚说谁？娴妃娘娘？这位娘娘也是先皇后的同乡吗？回小主，娴妃娘娘不是同乡，她是辅国大将军的女儿。老将军多年为国征战，功高不少，是朝廷的顶梁柱。去年才回了京城，说是要解甲颐养天年呢。哇，娴妃娘娘的父亲这么厉害啊，听着就让人敬佩。那当然，奴才入宫之前可是听过不少老将军的传说呢。他可是咱大启朝的定海神针。之前宫里还传言陛下有意立娴妃娘娘为后呢，可惜了，现在芙蓉昭仪风头正旺，只怕……借刀杀人。说起来，娴妃娘娘以前也很受宠呢，听说赏赐也是不少的。那可不，只是现在风水轮流转喽。借刀杀人，原来如此，这就是帝王的手段。从前皇帝专宠娴妃，只是看中他父亲手握重兵，想用这份恩宠拉拢大将军，稳固皇权。如今老将军主动交出兵权，娴妃便没了利用价值，他往日的盛宠不过是无根浮萍，转瞬就会消散殆尽。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老将军兵权尽失，皇帝绝不会再厚待娴妃，更不会让他登临后位。后宫和朝堂本就是一体，皇权需要重新洗牌。如果娴妃忍不住出手，那皇帝就更有了追责的理由。芙蓉怕是危险。这座皇宫从来都是一座巨大的绞肉机，碾碎所有人的真心、傲气，甚至性命。我想要活下去，想要找到重回现代的生路，就不能心软，不能被动。我必须比所有人更聪明、更冷静、更冷酷。小主，您是没瞧见今日的盛况？御膳房一早就赶着往芙蓉宫送了无数新鲜果子、珍稀补品，都是宫里最好的分量。就连往日和芙蓉昭仪交好的几位秀女都被陛下特意安排了，这般盛宠，放眼六宫，当真是前所未有。难道是我太过谨慎，想多了？还是这深宫的算计与阴谋，远比我预想的还要深沉隐蔽，藏而不露？喜报，芙蓉昭仪有孕啦！小主，您听见了吗？芙蓉昭仪有身孕了，这下她可真的是彻彻底底贵不可言，成了全后宫人人艳羡的主子，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可不是，有了皇嗣傍身，芙蓉昭仪的地位更是稳如泰山，愈发金贵。咱们后宫又要添一位正统皇嗣了。这看似天降的天大喜事，未必是福。极致盛宠加身，又得皇嗣眷顾，风光太过刺眼，定然暗藏凶险。这安稳不过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死寂罢了。芙蓉此番是福是祸，尚且难料。小主，芙蓉昭仪有孕是六宫大喜事，各宫主子都备了贺礼。咱们若是毫无表示，怕是不合规矩。可咱们手头实在拮据，要不奴婢亲手做一碟精致点心送过去，好歹也是咱们的一片心意，不算失礼。不必，既然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索性便不送。啊，小主，这样真的可以吗？这可是宫里的定例规矩，所有小主都要前去道贺献礼的。我与芙蓉昭仪本就交集甚少，素无往来。她身居高位，盛宠滔天，平日里根本不会留意我这不起眼的人，自然也不会无端挑我的礼数毛病。可是小主，万一昭仪娘娘心思细腻，觉得咱们刻意怠慢，不懂规矩，那咱们岂不是无端惹祸上身？望春，你听小主的没错，如今芙蓉昭仪盛宠无双，满宫贵重贺礼数不胜数。咱们这般微薄的心意送出去，不仅拿不出手，反倒容易被人视作敷衍凑数，不如安分守己，不送不攀，反倒落得清白稳妥。不好了，快
快速传太医！芙蓉昭仪出事儿了！这小福子，出去打探消息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小主，出大事了！出了何事？莫慌，慢慢说。芙蓉昭仪她被人下了药，血崩不止。听太医院的人说，孩子肯定是没了，大人怕是也保不住。天哪，这可如何是好？现在陛下已经下旨彻查，各宫都被御林军围了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奴才出来打探消息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宫人被带走审问了。幸亏咱们没给芙蓉昭仪送点心，不然真是说不清楚了。不过3个月，林婉婉、芙蓉昭仪的孩子，以及那些被牵连的无辜之人，已经有4名同伴命丧深宫。这根本不是穿越女的升职记，这分明就是一场大逃杀。小主，这些日子宫里安静的可怕，奴婢听说，连那些出身高门的妃子也都收敛了许多，再不敢像往日那般招摇。是啊，御林军日夜巡逻，太医院的人也都被陛下扣下，日夜审问，谁也不敢再闹出半点动静。后宫人人自危，这正是皇帝想要的效果。小主，查出来了，陛下已经下旨抓了2个与芙蓉昭仪关系最好的秀女，听说是他们利用什么现代的药理知识，对芙蓉昭仪的餐食动了手脚，而幕后主使也因指向娴妃娘娘的宫中。娴妃娘娘，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谁知道呢？不过陛下没有动娴妃娘娘，但却下旨将那2个秀女处以极刑，还下旨命众人皆去观刑，说是要以此震慑后宫。极刑？我有些不适。隐秘小路，荒僻宫桥，这景象……之前传闻宫里有一处禁地，落寞荒芜，是前朝废妃居住的冷宫。不过看着怎么这么眼熟，这和先皇后留下的景致描述完全对得上。原来如此，先皇后记载的特殊景致，终点根本不在栖湖宫，而是这深宫禁闭冷宫。古井和血的线索一定就藏在这里。古井，这排布好像是索尔茨伯里巨石阵。凹槽，这应该就是滴入鲜血的位置。鲜血。可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才能拿到皇帝的鲜血呢？这任务的难度简直是逆天。别出声，跟我走。下路，你找到了回去的方法。回哪儿去？夏露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刀子你快收起来，若是被人看见，宫女私逃可是死罪，你不要命了？别装了，你明明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快说，你是不是找到了回家的方法？带我一起，否则我就去向皇帝举报你。我没有骗你，我真不是，我只是个普通的秀女，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痛快承认，我保证不会向任何人出卖你，只要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但你要是不承认，我一定会举报你。你猜皇帝会不会信你？到时候你我都活不了，我活不了，这些穿越女谁都别想活。他已经疯了，在这座皇宫之中，没有人能保持清醒和理性，继续隐瞒只会是死路一条。罢了，先皇后确实留了暗号。真的？那是什么？快告诉我。但是，那个暗号
需要皇帝的血才能开启。皇帝的血？你是在骗我？这怎么可能？不信你就杀了我吧，反正一直留在这里，早晚都是死。你继续想办法，我给你3个月时间。如果3个月以后你不能找到办法带我走，我一定会举报你。小主，从御花园回来后，您这一病就是好几天，身子骨都瞧着瘦了一圈。夏露，他竟然知道了我的秘密。这宫中除了皇帝，还有谁在盯着我们这些同乡？小主，外面又出事了。又怎么了？是夏露小主，她死了，死在了御花园的小湖里。宫里通报是失足落水。失足落水？这绝不可能！奴才打听到，说是京城有宫女发现的。如果实在回不去，就安心留在这里吧。只要我低调行事，未必不能活到最后。小主，出事了！又怎么了？没想小主他死了。死了？他又怎么了？他只是用宫中的香料给自己调制了一瓶香水，就被以巫蛊之名杖毙了。夏露死了，梅香也死了。这深宫之中，人命最是轻便。我若是一直找不到出路，早晚也会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无声无息暴毙于此。不，我不能坐以待毙，我一定要活下去。唯有靠近陛下，我才有机会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可我容貌平平，无才无艺，这后宫佳丽如云，我这般寻常模样根本入不了帝王眼，半点存在感都没有。小主，您是不是心里在盘算什么法子？我在想，一条能安然走出这深宫的活路。杀人了！快逃！陛下遇险了！别杀我！护住圣驾，封锁大殿，任何人不得擅自跑动。别急，出路要堵死了！要死了！我们今日都要死在这里了！都安分跪着，谁敢乱动，视同同党，格杀勿论。封锁全场，一一查验身份，但凡有一丝可疑，立刻拿下。那名秀女，站住！全场众人皆跪地敬声，唯独你失态乱动，神色慌张。方才混乱中心，你身在角落，为何没有避险躲藏，反而频频抬头张望大殿中央？大人，民女从未见过这般血腥场面，方才被刀光惊吓，双腿发软，动弹不得。方才呕吐失态，实在是惊惧过度，并非有意乱动，还请大人明察。搜，仔细查验，但凡身上有半点异样，立刻拿下拷问。统领大人，殿内余党尚未清干净，外围还有逃窜的刺客残党。陛下受惊，正急着要听闻肃清进度。区一个吓傻的秀女，何必在此耽误政事，拖延查案进度？公公我全程随侍圣驾，方才看得清楚，这秀女一直缩在角落瑟瑟发抖，半点异动无有，不过是受惊失态罢了。如今大局为重，大人切莫因小失大。既然曹公公开口，便饶你这一次，即刻退下，安分待在寝宫，不得私自外出，随时等候传唤。
小福子、望春，今夜宫宴赐驾之事，你们二人烂在肚子里，半个字都不许向外透露，违者后果自负。奴才明白，奴才今夜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奴婢也一概不知。胆敢有人行刺陛下，必然是宫中藏有内鬼。陛下心性多疑，手段狠厉，绝不会就此罢休。此番风波，必定要拉一批人出来顶罪，不知又要有多少人枉死。公公，宫里赐驾的案子可有眉目了？陛下可查到什么线索？你不要命了？不过我倒是听闻风声，陛下此番雷霆震怒，丝毫没有留情，直接彻查贤妃娘娘及其母族。贤妃娘娘？可贤妃娘娘身居后宫，向来安分，怎么会和刺客扯上关系？其中内情无人知晓，只听说贤妃娘娘的父兄皆被冠上治军不严、纵容奸党的罪名，尽数剥夺兵权，贬为庶民。辅国大将军府被御林军全员查抄，一夜倾覆。贤妃娘娘也被打入冷宫，日夜受罚，永世不得出。小主，宫里今日传出惊天大事，贤妃娘娘被打入冷宫，大将军府也被抄家倾覆了，实在太过骇人。辅国大将军一生为国征战，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忠心耿耿，到头来竟落得这般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看似是追查刺客余党，实则是借题发挥，清扫前朝势力，既要震慑后宫，更要稳固皇权，威慑满朝文武。我必须牢牢抓住手中唯一的机会，尽快找到出路。若是稍有迟疑，稍有松懈，这便是我未来的结局。小主，奴才听闻贤妃娘娘在宫里闹了2日，如今总算彻底安静下来了。是啊，奴婢也听说了，贤妃娘娘日日哭喊冤枉，恳请陛下彻查赐驾真相，可陛下压根不肯见她一面，直接下旨将她禁足宫中，日日抄经思过。她这是想通透了，想明白什么了？真凶是谁从来不重要，陛下早就想废了贤妃，更想彻底根除大将军手握的兵权势力。这场风波本就是冲着他家族来的。不止这些，奴婢刚刚听闻又有一位秀女没了。又是谁？就是平日里常去贤妃娘娘宫中走动的徐秀女，她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被强行安上帮贤妃私传心信的罪名，直接被杖毙了。奴才还听说，行刑之时，徐秀女拼了命出喊冤枉，可侍卫全然不理。果然，我们这些与先皇后是同乡的女子，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早已是必死的结局。我不能连累他们。今夜之事凶险万重，无论成败，我都不能把这2个无辜的人卷入这场致命漩涡之中。唯有这样才最稳妥。我此番前去，若是能侥幸成功脱身，他们便能借着被束缚、全然不知情的缘由彻底脱罪。若是我失败了，至少他们2人清白无辜，尚能保住一线生机。这深宫四处暗藏眼线，不知有多少人在暗中监视。夏露惨死的下场还历历在目，我绝不能重蹈覆辙。留给我的机会和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赌不起也输不起。回家，回家。朕果然没有看错你，赵秀秀，韬光养晦倒是颇有几分意思，你身上倒是有几分他的影子。哼，过来，赵秀秀，朕不杀你。不杀我，那就是有比死更加可怕的东西在等着我。说，你在哪里找到了他留下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还留下了什么？陛下，赵小主是难得能看懂先皇后信息之人，杀了未免可惜，不如让老奴劝劝他吧，兴许他能为陛下解开先皇后留下的谜团。小主，老奴跟您说过，
您的眼神很像先皇后，您再如何隐瞒，在这皇城之中也是瞒不过陛下耳目的。陛下想知道的事情，从来就没有问不出来的。自裁，宁可现在死，也绝不能落在皇帝手里。拦住他！曹公公，那是什么？神迹啊！是神迹啊！走，快走！放箭，拦住他！这里是……医生，快来！3号床醒了！这简直是一场医学奇迹！姑娘，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之前和你同一辆大巴，在那场高速连环车祸中昏迷的几个女孩子已经全都过世了，你是唯一的幸存者。车祸过世，原来他们都在那场大逃杀里死去了。我真的回来了。那座吃人的皇宫，那个疯狂的皇帝，仿佛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这不是梦，一切都不是梦。喂，妈。秀秀，你这段时间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妈都快急死了。你人没事吧？出什么事儿了？妈，没事儿，我手机坏了，刚修好。这不我刚刚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吗？被你抢先一步了。你这孩子就知道瞎跑。最近身体怎么样？工作还顺利吗？有没有按时吃饭？都挺好的，工作顺利，吃饭也按时。您别担心了。您和爸在家身体都好吗？好，都好。你爸就是老样子，整天鼓捣他的花花草草。你一个人在外面，凡事多注意安全。有空就回家看看，妈给你做好吃的。我知道了，妈。等我这边忙完，一定抽空回去看您。我回来了，可我该怎么跟您说，我经历了什么？吾有清溪，深宫等级森严，尊卑有别。曹公公一辈子俯首为奴，困在皇城规矩里，卑微半生。他从来没有把她当作高高在上的皇后，他只是把她当作唯一知己。这从来不是奴才对主子的恭敬禀报，这就是普通人给另一个普通人最后的道别。青衣，我会找到你，不负曹公公所托。可我怎么找到他？曹公公只写了青衣无有，通篇没有他的现代名字，没有现世住址，没有任何能定位他的信息。青衣这2个字，到底是他的本名，还是大启皇宫里皇后的封号？先从穿越大启相关关键词排查。搜不到。知命不惧，日日自新，这句话倒像是搞学术的人会说的。几百条，
只能一条一条看了，慢慢筛查吧。昏迷多年，苏醒，致力于大起始研究，这是他吗？我真的找到了！京市文博馆，那不正好和我在一个城市吗？我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靠近他，确认他是不是那个人。招聘志愿者岗位，机会来了！赵小姐，您说熟悉大启后宫礼仪制度、宫廷文献分类经验，但你的简历你不是专业出身吧？恕我言，这些知识一般只会在专业研究领域涉及，但你的笔试内容作答的却很专业，我有点好奇，你这些是从何处学来的？为面试官，这些知识并非出自书本，我曾有幸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亲身接触和学习过。我深知大启后宫的规制细如牛毛，文献分类也自有一套严谨的体系。我希望我的这些特殊经验能为文博馆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些独到的见解。特殊的环境，他对大启后宫的了解确实超越了一般的历史系学生。这份沉着和言语间的真诚，沈教授，您看，赵秀秀在。下周一来报道，你去1楼文献整理室，跟着王老师做档案归类。好，谢谢沈老师。第一步，成了。我终于踏进了这座博物馆，离沈清溪又近了一步。入职之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难。沈清怡大部分时间在2楼的古籍修复室，我在1楼做档案整理，日常根本没有交集。我该怎么开口？沈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份档案是关于大启后宫的典籍，我在整理时有些疑问，想请您看看。这是宣和3年的东西，归档归错了，你去问王老师，他会告诉你正确的归类方法。哦，好的，沈老师。沈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楼里的通风管道声音有点像深宫御道里夜风吹过的声音？哦，我没去过深宫，不知道。赵小姐想象力倒是丰富。说谎。沈老师，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说。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知命不惧，日日自新？没有。没有？他怕的是什么？是那段血腥的过往。各位请看这份残稿，其年代、笔法都显示其为大启中期作品，其中有几句记录了当时妃嫔内心的挣扎与无奈。赵秀秀，有什么问题？沈老师这份残稿的这句话“日日自新”谈何容易？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一个更完整的版本。有人说是“知命不惧，日日自新”。网上流传的版本很多，具体还有待考究。
坐下吧。沈老师，知命不惧，日日自新，这句话您真的没听过吗？今天先到这里，散会。你跟我来。你到底是谁？曹公公让我来找你的。无有清晰，不知这封信能否送到你手中，更不知你是否已回到你原来的家。奴才每每想起，总觉此生有幸能在深宫之中得遇你这样一个知己。你说过的那句话，奴才一直记着，知命不惧，日日自新。奴才不懂什么大道理，但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活着就该这样，若你已回家，愿你从此自在。曹公公，他写的时候，大概已经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出来了。他是在用生命为我们筹谋后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宫宴之上，刺客行刺，皇帝手臂受伤，他用帕子捂着伤口。撤离的时候，那块沾着他鲜血的帕子遗落在了地上。我当时不顾一切，拼死爬过去，偷偷捡起了那块帕子。后来我带着那块帕子去了您当年藏匿真相的冷宫。我本以为只要拿到皇帝的血就能启动时空之门，可就在我把帕子放进凹槽的前一刻，皇帝出现了。他带着御林军将我团团围住，他问我拿到了什么信息，还说我身上有您的影子。就在他耐心耗尽，下令放箭的时候，曹公公出现了。他突然上前替我挡住了射向我的箭。他怎么会？他中箭的时候，我接住了他。他对我说：“小主，宁可现在死，也绝不能落在皇帝手里。”然后他拔下胸口的剑，血喷涌而出，滴进了阵法凹槽。我也是回来才知道，只要意念足够强烈，那阵法就能启动。曹公公那一刻想的是让我活，所以他的血让我回来了。他已经……他这辈子最自由的决定，就是替我们这两个异乡人断后。你是怎么认出我的？我自以为已经隐藏得很好。曹公公之前说我们很像，特别是眼神。起初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要找的人，但你一次次的回避，反而让我确定了心中猜想。我以为藏得够好了，换了城市，连走路姿势都刻意改了，平时脸秀的习惯也努力纠正，可还是被你找到了我。你好像还有问题想问我。您是怎么穿越的？怎么回来的？还有，当年为什么非死不可？穿越的原因说来可笑。穿越前，我叫沈清怡，是历史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古代宫廷史和文献学。那年我们在西北做田野调查，在一处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块刻满神秘符号的石板。我蹲下去看，手指摸到其中一个符号的时候，一阵眩晕，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就在大启皇宫。对，附在了一个病重垂誉的皇后身上。她叫萧恒，出身名门望族，但深宫之中不得宠，郁郁而终。我占了她的身体，活了她的命。皇帝知道你不是原来的皇后吗？他知道，或者说他猜到了。我的言行、知识、习惯跟原来的萧恒完全不同，他对这些很敏感。他觉得新鲜，觉得有趣，觉得我是个天降的宝贝。他宠我，不是因为我这个人，
而是因为我脑子里的那些先进知识，那些他可以利用的东西。我在宫里待了7年，前3年我一直在找回家的方法。那7年，我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古籍研究中，后宫那口枯井，井边的巨石阵，我都研究过无数次。后来我发现了阵法的秘密，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意念和鲜血，就能打开时空之门，而不是需要皇帝的血才能打开阵法，完全是两码事。那您为什么不早点走？你明明可以。因为走不了，我走的那一刻，所有和我有关的人都会被处死，皇帝不会让我消失的不明不白，他会杀人，杀到所有人记住背叛的代价。所以你留下来了，为了保护他们。我留下来了，我一边对皇帝虚与委蛇，扮演着他眼中听话的皇后，一边暗中保护身边的人。我甚至尝试过改变宫里的规矩，废除一些酷刑，可皇帝不让，他怕你收买人心，怕你威胁他的皇权，他怕我太像一个人，一个有独立思想、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被他掌控的皇后。后来呢？后来我怀孕了，皇帝很高兴，以为有了孩子我就会安心留在宫里，可是小产了。从那以后，我对那座皇宫再也没有任何留恋。可我不能走，因为我走了，曹公公会死，很多我曾帮助过的人会死。那你最后是怎么回来的？我用后宫一位因病暴毙的废妃尸体代替了自己，制造了我自尽的假象，然后趁着夜里的混乱启动了阵法。那次我只把自己送了回来。所以您之前对我如此抗拒，是为了躲避着那段记忆吗？不是躲，是在等。等什么？等一个能证明我不是在做梦的人，会说知命不惧，日日自新的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它只是您留给自己的座右铭。是我穿越前写在博士论文的一句话，知命不惧，日日自新，知道命运的不可抗拒，但不因此恐惧。我穿越后在深宫里，晚上一个人坐在墙角，念着念着就觉得还能撑下去。曹公公记住了这句话。有一天他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解释很久，最后他说：娘娘，奴才懂了，就是不管多难，明天还要好好活。他懂，他比很多人都懂。那天之后，我和沈清怡的关系彻底变了。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不知道，回来后周遭一切全都变了，生活全盘归零。无数个半夜惊醒，我以自己还困在深宫简宁秀女所的凳床上，内生无措，我太清楚。我重回现实整整7年，时至今日依旧夜夜做噩梦，梦里永远都是大启皇宫寝殿，那个皇帝站在我的床沿，眉眼带笑，语气阴冷，一遍遍问我皇后，你还要瞒朕多久？那你有没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去过，但我半句真话都不能说。我从尘部里起来，这话出口只会被判定精神失常。那我们就互相当彼此的心理医生吧。好。我想做一件事。什么事？我想把深宫里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完整写下来。我不写权倾天下的帝王，不写浮沉荣辱的后宫，我只想写那些史册里连姓名都不配留下的底层人。我想记住，那座金碧辉煌、万人羡颜的红墙宫阙之下，有一部分身处泥泞之人，即便命如浮萍，到死都心怀善意，惦念他人。我帮你。